各位朋友啊，这两天呢有不少粉丝私信我，给我留言啊，让我讲一讲，说这个印度人呢现在啊全面的入侵中国了。上海的张江的一家软件公司就让这个印度人啊，这个小组长带着一群印度的亲朋好友的程序员，把这个公司的核心代码库给锁死了。各位，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网传出事的是上海张江的一家做软件研发的民营公司，规模不算特别大，但是正处在上升期手里的核心项目呢还牵连着新一轮的融资。老板呢那段时间呢一门心思要做所谓的国际化团队，总觉得本土研发团队缺了点海外视野，撑不起高端门面，于是专门挖猎头呢这个找来了这位印度裔的研发组长。谁也没想到这位组长入职以后不到半年，就悄悄的通过内推把自己的7名同校的校友分批安排进了测试、运维和几个核心的模块组。更危险的是，他利用公司对外籍专家的天然信任，逐步的把代码仓库的最高管理员权限集中在自己和这个小圈子手里。原本跟着老板打天下的几位中国骨干的工程师反而被边缘化连合并代码的权限都被一点点的架空呢。真正的引爆呢是新一轮融资进入尽职调查的关键的当口，投资方的技术尽调团队需要审计核心代码的完整性和提交记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位印度裔的组长突然以代码安全规范需要重新调整为由，锁死了主仓库的读写权限，并删除了大量的关键技术文档的共享链接。随后这个事儿就被爆出来了。张江的代码被一个印度人锁死了，这不是电影情节，是真实发生的商业核泄露。更可怕的是，这不是孤立。深圳一家 AI 芯片公司外籍总监离职前植入后门，模型库被加密，公司乖乖付了60万赎金，换来的却是8个月研发停摆，投资人闻风撤资。杭州一家 SaaS 公司外籍运维长期独占最高权限，拒绝轮岗，客户审计时发现日志全是空的，直接触发数据安全法调查，公司被责令整改。我们总在骂外籍员工不忠诚，却回避了最扎心的真相。这不是个人的背叛，是企业内控的集体失能。说白了，是管理惰性害了自己，把核心资产的生死权交给一个未受制衡的个人或小团体。谁给的权限？是人情，是他看起来挺专业，唯独不是一套无法绕过的制度。看看 Google、微软怎么做的，人家的铁律是任何能单点锁死代码库的人都不该拥有这个权限，权限最小化，默认只读，写入必须双人确认。而国内很多公司新人上来就是超级管理员，变更小型化，每次提交不得超过100行，必须可审查。我们呢，一次提交几千行，看都看不懂，审个寂寞，自动化审计所有操作留痕， AI 实时监控异常。我们呢，日志只存7天，出了事连凶手是谁都查不到。别再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国家早就划了红线。中国信通院和工信部的标准写得清清楚楚，最小授权权限分离，日志保留180天，核心岗半年轮换，离职2小时内冻结权限。这是国标，不是建议，法律也早就磨好了刀。根据刑法第219条，恶意锁死代码导致损失超50万就能判刑，超250万就是3年起步。2023年浦东那个把源码上传境外的前员工已经被锤了，所以别再赌人性了。技术问题靠工具解决，人心漏洞靠制度堵住。开放不等于放权，信任不能替代制度。真正的技术安全不是靠人品担保，而是靠架构兜底。张江事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所有还活在口头重视安全里的老板，连根拔掉那颗技术霸权的定时炸弹，否则下一个炸掉的可能就是你的公司。张江印度籍员工锁代码事件最新后续，夺回权限与代码，全员清退外籍抱团小团伙。涉事印度籍组长连同7名同校校友员工已经被公司全部辞退。6月30日场仅持续2天的技术封锁风波，曝光了国内科创行业普遍存在的权限管理漏洞。互联网软件开发行业核心代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无形资产，多数正规科技公司都会搭建层层制衡的权限体系，规避技术垄断风险。但张江这家深耕软件开发的科创企业，长期偏重业务拓展，忽视内部风控建设，为快速推进重点项目落地，
企业急于扩充高端研发力量，放宽了招聘管控标准。此前，一名拥有海外技术工作履历的外籍人员入职，凭借资质顺利任职研发组长。企业为提升研发效率，省去多级权限审批流程，直接下放代码库最高操作权限。这一操作让该组长独立掌控了项目底层架构、源码修改、版本更新的全部权限。入职稳定后，该组长依托岗位便利，陆续引荐多名同校校友进入研发部门。短短数月，公司核心研发小组基本被同一校友圈层人员占据，人员结构高度固化。圈层成型后，团队形成封闭工作模式，日常技术研讨从不对外公开同步。公司本土老员工长期被隔绝在核心研发之外，仅负责测试、整理等辅助工作。核心代码的读写、修改、备份权限完全集中在8人小团体手中。企业管理层日常疏于团队管理，未察觉核心岗位圈层垄断的潜在风险。随着项目推进，公司与该研发团队在工作安排、薪资结算上出现分歧，双方多次沟通磨合后，分歧并未化解，反而逐步激化对立情绪。为逼迫公司妥协，8人团队统一行动，利用专属权限锁定全部核心源码通道，所有源码被私自加密锁定，公司管理层和本土员工均无法访问、修改与备份。正在迭代的商业项目直接停摆，项目进度全面停滞，业务交付被迫终止。一旦项目无法按期交付，企业将面临合作方赔付、项目作废的双重损失。危机爆发初期，公司尝试常规沟通协调，试图让团队解除权限锁定状态。涉事人员始终拒不配合，持续以核心源码为筹码僵持对峙，拒绝正常复工。为挽回核心资产，止损，公司技术运维部门启动底层应急兜底方案。运维团队绕过个人账号权限，直接对接服务器底层后台，重置全局管理密钥。经过通宵技术攻坚，公司成功解锁全部源码，完整收回所有核心技术控制权，技术资产完全回归企业管控后，运维人员立刻重新梳理分配各项操作权限。原本被边缘化的本土技术骨干重新接手核心研发工作，重启项目迭代更新。彻底掌控源码后，公司针对此次恶意锁库行为做出严肃人事处理决定，参与锁权限、抱团对抗公司的8名员工，包含外籍组长，全部被统一辞退。事件平息后，公司全面复盘本次危机，排查出大量长期存在的管理漏洞。此前，为追求效率、简化风控，单一团队独掌核心权限是危机爆发的关键诱因。核心岗位允许熟人圈层扎堆任职，造成管理失效，团队抱团对抗企业管理。事后，企业全面重构内部风控体系，拆分源码模块，实行分岗分权管理模式。所有核心操作增设双人复核、全程日志追溯、定期权限轮换的硬性制度。同时优化招聘机制，严控核心岗位人员结构，规避同乡校友批量入职情况，规范外籍人才聘用流程，强化入职备调、在岗考核与日常行为监管机制。目前，涉事企业所有研发项目已全面恢复正常进度，业务运转回归平稳，本土研发团队全面接手核心工作，项目迭代效率和安全性较之前大幅提升。8名被辞退员工已全部完成工作交接，正式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受此次行业事件影响，张江园区多数科技企业已主动开展风控自查整改。那么这个事儿，以这个把这一些印度人全给连根拔了开除告终啊，那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反正是空穴来风呢必有原因，但是呢说的我感觉稍微有点夸张了啊。问题是因为现在的大家稍微这个在这个行业内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公司的核心代码库呢一般的是存在这个公司的中心服务器上，这个中心服务器的这个权限啊一般的是在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公司的 CTO 的手里边啊，就说这些印度的小组长呢，他有的权限只不过是他自己所能掌握的那一点代码的权限，不可能给他那个中心服务器的所有的权限啊，是吧？那这个事情反正是大伙儿呢也就分析着看就行了。那这个事儿未必呢全如传言
但是呢，也未必是个谣言，要警惕这些印度所谓的工程师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里边去作乱。印度这些人在全世界各地都被贴上了不可靠的标签，中国也就别去凑那个热闹了。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吗？印度的给苹果手机代工的那个塔塔集团的核心数据库，苹果还没有发售的 iPhone 18的所有的设计的图纸，这些绝密全都泄露了。中国的华强北的工程师一看都乐了，干脆吧，我还那个替你发售新机算球了。不能再曝光了啊！再曝光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本着谁先发布，那就是谁的。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先发布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具体是哪些配置。好了，发布会开始了啊，就这4个颜色，然后外观就跟17 Pro Max 长得差不多，所以这个就简单了啊。先讲 CPU 值得讲一下，因为 CPU 采用的是 iPad 的那个 M5、M4 这种构架啊，这个散热会更好。外观就是长这个样子，里面的构架就是长这样子，这个是它的 BGA 点位，这个就是 RAM 结构，也就是它的闪存，这样子速度会更快啊。然后为什么要采用这种金属的这种材质来去设计呢？很简单，因为它要把这个均热板的这个接触面直接压到这个 CPU 上面，这样传得更快。好，我们再讲到均热板今年又大升级啊，大升级。均热板是怎样子的？均热板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面积要大很多啊，大很多，看到没有？这些点点就是均热板啊。实际上它之前的17 Pro Max 只有这么一点点，就中间这一小格，但是现在一直到像头那里全部都是啊，这个还是很棒的。好，我们均热板讲完了，那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像头是吧？好的，像头。采用索尼的 MX905， 这个是可变光圈的啊，可变光圈的。OK， 像头讲完，好了，然后我们再讲什么？我们再讲它的电池吧。主板就是这个样子了，主板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了。然后分2套主板了啊，这个基带的版本对于美版来说，这个就是高通的，采用高通的，然后支持毫米波。国行的就不支持啊，国行是 C2 基带。来给大家看一下 ，C2 基带高通，这个就是 C2 的，这个就是国行的，它没有毫米波。然后这个是高通的，看到没有？它有毫米波。好，这个讲完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它电池，电池这次也完整的曝光了啊。哎，我的妈，什么都太多信息了啊！电池就长这个样子，这个是国行的啊，国行就长这个样子。OK， 然后美版的话，这里会多一节啊，因为它电池是多少毫安的呢？等一下再给你揭秘，好吧？我们用文字来告诉你吧，直接用图片告诉你啊。还有啥？我现在看一下啊。好，灵动岛来了啊！灵动岛会小一点，灵动岛会小很多啊！你如果手上有17、16，是不是啊 ？OK， 现在灵动岛对比它小了很多啊，这个圈圈小了很多，看到没有？这个间隔 ，OK。还有啥？我看一下啊，没啥了。发布会看完了哦，还有看一下它内存现在别人爆出来了，内存现在很神奇啊。这个要不要讲呢？讲的你们会伤心，我觉得。因为内存神奇到什么程度，就是讲一下吧，反正这个东西也藏不住。OK，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18 Pro 的，对，采用不同的这个内存啊，256G 和512G 的会有更好的速度和更好的耐用性，因为这个是高端的。然后1TB 和2TB 的居然使用的是低端的，这就尴尬了。这个是从报幕表里面找出来的，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的，好吧？好了，发布会就这样结束了啊。
这个事情无论传言的真假，对吧？给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啊，在引进所谓的印度的技术人才的时候，那一定得多上18个心眼才行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